Hello，大家好，我是小米，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古龙风云录啊。我们这一期继续我们恶人谷的旅程，这一期内容可能会比较长啊，而且会有比较多的剧情的内容啊，这是算是序章当中一个被大家一部分人吧吐槽的点啊，就觉得这部分的剧情有点太长了啊。的确，如果你没看过古龙的小说的话，会对这个部分的内容不是特别的理解啊。那这里小米呢会着重结合这个小说的内容啊，给大家讲解为什么这块会有一个这么长的剧情啊。首先，我们恶人谷的支线已经全都做完了，我们现在就可以回来跟这个老乞丐对话，触发主线内容了。小兄弟，若你我真的有缘，那你别会再来找我。不错，来者何人？荼蘼。一个男人用如此娇弱的代号，他并不娇弱，他的眼神像狐狸。呵，原来小兄弟是带他来的。小兄弟远来想必饿了，快请用些酒菜，再谈正事。我先为你斟上一杯酒。这里呢，如果我们之前没有这个解药，或者是没有了解到这个那包药粉是天池星配的啊，这里就会直接被他毒倒啊，会少一场战斗。那但凡呢，我们知道了天池星的这个毒药的特性，比如说可以变凉，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毒道的特性的话，我们都会知道这里是有毒的啊。那只要知道这里是有毒的，那我们就可以触发跟天池星的这场战斗啊。若不是小兄弟让人一番好等，也不会让老朽我等凉了一壶好酒。话不多说，可别让酒继续凉下去啊！咱们干了这杯，便来谈正事。不对，天池星的毒药入水无色无味，除了片刻降温，再无别的迹象可循。你是天池星，这杯酒有毒。天池星其实不是恶人谷的10大恶人之一啊，但是他算是之前是丐帮中人啊，靠着毒药毒死了丐帮很多的长老，所以逃到恶人谷来的。酒水微凉这等小事，即使是江湖上成名的武圣剑侠，也从没人察觉得到。像你这样的小子，才不可能识破。小子，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早就认出你了，你想必也早已认出我天池星了吧？你认得我？那还得多亏你那位故人。荼蘼吗？看来小兄弟果然不是带人过来的，而是想由我这里套出一位故人的消息。可惜我口中的消息只与朋友分享，而要当我的朋友，就必须喝下那杯酒。这里呢，如果我们只要是知道这杯酒是有毒的，就可以触发战斗。但是呢，只有我们手里有那个送女丹的解药的话，我们才能有这个选项。有这个选项可以额外的多解锁一段剧情啊。那这些我们就都不给大家看了，我们就额外的去看这个剧情好了。因为他以为我们服毒了，所以就会多说很多东西出来啊，说出你知道的消息。你还蛮能撑的，但你的时间不多了。我有许多事想对你说，其中你一定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真希望沈天君此刻还活着。沈天君，别急，药效开始发挥了，你逐渐就会说不出话，也动不了，但你还可以听到最后。理由是这样的，我希望沈天君此刻还活着，是因为我太想看看，当他看见你被我天池星活活毒死会怎么样的表情。你和他有仇，反正但药效怎么这么慢啊？反正我看你也活不了多久了，不如就我多跟你说一些。10多年前，沈天君把我打成重伤，逼入恶人谷，我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这里呢，其实是改了剧情的，把他打进恶人谷的实际上是燕南天啊。然后呢，燕南天后来闯入恶人谷的时候，第一次被这个恶人们暗算的，也是中了这个天池星的毒。当时他就已经报复过了啊，实际上是燕南天的剧情安到了沈天君身上，结果他随便的死在了火焰峰上，还留下了神一般的传说。什么神一般的传说？都是些无稽之谈。说什么他上到了火焰峰顶，痛心于自己无力挽回江湖的损失。这个损伤竟在那绝顶一头上撞死了，这实际上是小说的原著剧情啊，真的是他就那么死的。但是在游戏里呢不是这样的，没有这个设定啊。无稽之谈，不错，江湖正派的心脆得很，他们只能接受沈天君死如神陨，可不敢想象他很可能是在火焰峰上疯狂杀人，最后被其他狂人乱箭砍死的。这边触发了一段回忆啊，就是这段剧情啊是隐藏的。家主，你找到他了吗？家主他回来了吗？冷大，你快说话呀！你怎伤成这样？家主他如何了？死了，死了？不错，当然是死了。但家主他一定已经尽力行使仁义了。他可是九州王，他一定是这么死的，对不对？对不对？喂，书童，你还不过来帮忙？他是被杀的。
什么意思啊？家主待你不薄，你何以咒他？他是被杀的，他是被你们啊，这剧情其实我觉得有点怪啊！你死在这个回雁峰上了，铁定是被杀的吧？那难道怎么都希望是自己一头撞死？自杀的会比被杀是好的吗？他也可以是为了阻止什么武林的大乱什么的被坏人杀死的，被杀为什么不行呢？这个剧情我看得很奇怪啊，因为原著里是没有这个剧情的，原著里沈天君就是一头撞死在这里了，而且原著里沈天君也不是仁义庄的庄主啊，原著里只是沈浪后来把钱都捐给了仁义庄啊，然后仁义庄的庄主跟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这段剧情我其实觉得一般啊，改的一般啊。奉家主一命，我要将他带回仁义庄，永不得用啊！所以为了突出我们主角是他的书童啊，就把他安成了这个庄主的身份。那庄主的一命，庄里的人必须得听啊。那庄主莫名其妙的就告诉我们，我们有10年永远不能出手啊，然后要等他回来，然后别人不能用我们啊，就留下了这么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遗命啊。家主连身故之后都要保全此人，他说地下有知，定要含恨九泉。哎，我也不知道我们做了啥事儿啊，我们就只是说庄主是被杀的啊，他就咒我说是这沈天君要是知道我这样就会悔恨终身啊，不明白这个剧情，我觉得合理性有待智多啊。他是被杀的，嘿，你虽然跟在沈天君边，却是个明事理的小子，真可惜你喝了我的酒已经死定了。当时有个给沈天君打下山的朋友说他好像是为了寻找什么真相才上去的，真是可笑。说什么善人不见得为善，恶人不见得为恶，看人要看心。我当场毒死了那个净说废话的狗屁朋友。从那以后，只要见到任何与沈天君有关的人，或听见任何人打算提起与沈天君有关的废话，我会立刻毒死他们。哇，你这个心眼儿真的太小了，所以你已经说完你知道的了，有关沈天君的事，不错，我说完了。我的药是过期了吗？那该说那个女人了。你说荼蘼原来真是个女人，你骗我，那又怎样？你原本也是想骗我，才与我假装模作样的对切口吧？我根本不知道你说的荼蘼是谁，又是你的什么人，只不过是顺着你口中的话演戏。但不瞒你说，他来到恶人谷却音信全无，代表他早已尸骨无存。你这么想他哈，我就送你下去找他。我不知道你为何喝了酒这么还能撑这么久啊，但到此为止了，我的耐性没了。可惜你已经错过痛快去死的机会了。我在恶人谷已经待了超过5000个日子，我算你便宜些，凌迟你5000刀就好了。要是在5000刀以内让你断了气，我就不姓天，改姓沈啊！你得了吧，你眼瞅就被我们打死了。这场战斗呢，其实并不难，因为只要达到他的气血低于5成就可以了。我们只要把那个我们之前捡到的那本血手毒杀的拳啊拿到的话，其实很简单啊。但是呢，有一个问题，一旦我们把它的血量打到这个5成以下的时候，就会哈哈尔会出现啊。哈哈尔不但会出现呢，而且会出来帮他啊。这里呢，我没有试过，就是我没有试出来过，能不能把他和哈尔全都打掉啊？我觉得难度会非常非常的高啊！就我觉得用我们现在的初始的武功以及初始的武器初始的招式，应该是几乎不可能的。他还是有可能的，因为他只有3级，他血量也不高，攻击也不高啊，把他直到打死都是有可能。但是我们一旦把他血量打到50以下啊，好家伙还闪了一旦打到50以下呢，那个谁哈哈尔就会出来啊，这就很难办。哎，已经出来了，因为刚才他身上中毒了，他又掉了1丝血啊。哎，天之星怎么拖了这么久啊？然后还不快点帮我收拾这个小子，咱们都老交情了。然后这里胜利条件就会变成击败全部敌人，次要条件是这个啊。我从来没有达成过这个胜利条件，所以我并不知道这个胜利条件会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奖励啊。这个在我看来，哪怕行，应该也是多周目才能实现的，因为它足足有30级啊，有900多血啊。而且呢，它的伤害非常高，随便一招的伤害都过百。我们主角一共才200多血，300血不到啊，不到300血，200多血啊，所以基本上是一出来就会被他秒的这种啊。是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即便我们靠吃药狗呢，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我就不去过多的去追求了，就让他打掉好了。好，你一下249，我们一共230多血啊。然后只要我们达到这个次要目标，只要达到50%血以下，我们就能拿到这个夺命丹图纸，把这个拿到也就可以了啊。
陈宇呀，好师弟，师姐，我马上要去的地方是个江湖正派，但凡踏足，仁义庄客若被认出，立刻要尸骨无存之处呢。哎，直到最后一刻，你还是这么冷淡。这件事儿，我只可能告诉你一个人耶。啊，我知道了。又来了，以后师姐不在了，没人能提醒你改掉这个习惯怎么办？不如我带你走。什么习惯？哎，你果然不关心我要带你去哪里。江湖正派，但凡踏足，仁义庄客若被认出，立即便要尸骨无存之处。这里可以看出我们主角是一个算是过目不忘之人吧，反正啥的东西他立马就能记住。你总是能在一些奇怪的小处逗人开心，这也是我喜欢你的原因。所以算了，改变是一件痛苦的事儿，如果你因此变坏，我可能会难过呢。能一直留在这里，平平淡淡的，平平安安的也好。我知道了。我曾尝试与你说过无数话，也听你说过许多次，我知道了。但这句话背后是否带有另外的理由，是否带有各自的意义，我是来不及得知了。但既然这是你最后一次见到我，我就当这是你对我的告别吧。那么就千万别太想我，千万别找我，不然我可能会舍不得你呢。这样的一个师姐的角色出现啊。所以我们再次醒来，发现我们是被我们师姐给救了啊。这里其实多少我还是觉得有点无厘头啊，这师姐是怎么来的啊？然后跟哈哈儿什么关系？怎么救的啊？没有表啊。你醒了，怎么了？你想念我，想念到说不出话来了？你还活着？是呀，我还活着。但我若再晚一点点想起你，你就要死了。很好，你还活着，我找到你了。哎呀，你是在关心我啊？你真的是特别来找我的？是，藏宝图碎片拿来。原来如此，是冷二命你过来骗我感情呢？是冷二命令我过来的。你看他接话都接的是这样的啊，就只为着自己的对话的中心服务啊。所以整个序章下来，我们感觉主角就是这样一个冷酷无情的铁面人吧。但是我们从师姐的表达或者是师姐的情感的来看，他肯定是喜欢。我们不论这种喜欢是姐弟的喜欢，还是这种爱情的喜欢啊，他肯定是喜欢这个陈宇的啊。如果你想要，我很乐意拿出来。虽然你把藏宝图碎片带走的话，我就要死了。你不会死，和我把藏宝碎片带回去。哎，这个笑的动作绝了。但如果我和你一起带着藏宝图回去，这样仁义庄的大家都会死哦。我想你的任务应该是带回藏宝图，而不是让大家死。如果大家死了，我说不定会为你们流泪耶。你忍心让我难过吗？那你带藏宝图碎片回去，我留下。你看到他也其实也不在乎生死啊，他只在乎能不能完成冷二要求他完成的任务。但是呢，从整个的这个游戏流程下来呢，我没有感觉到为什么他一定会这么听冷二的话，就是冷二说什么，就对他来说是圣旨一定要完成啊，其他都不重要。这一点是从始到至终啊，我没有找到交代点的地方，或者是过程中我没有找到交代点的地方。陈宇，你还是老样子，而我果然很喜欢这样的仁义庄。这个动画过得有点太快了，你为何喜欢？为何喜欢？若不是你刚才已经骗过我的感情，我或许有机会要相信你，也希望你从来不是我所以为的那种人，而是一个有情之人。但或许无情还是更好，人若无情，便能强大而不受伤，也不会即使总是悲伤痛苦与寂寞，却还是会轻易被动之以情，那可是比命令更折磨人的事儿。这里他应该说的是他自己啊，就是他明明就是觉得不应该动情，但是他经常为情所困啊。后边的剧情也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为情所困、为情所伤之人。这是你带走藏宝图的原因？是呀，我被动之以情了，不这么做的话会死。但是这个说法我就又不是很，就是我觉得这个女性的刻画还是这句话，我觉得她对女人的刻画很奇怪。她如果是真的被动之以情了，就不会以死相挟；那如果是以死相挟，就不应该动之以情。这两个点我觉得是矛盾的啊，只有很奇怪的时候才会这两个点能并到一起来说。你看起来并不痛苦。无情的人真好，你很单纯，你本来可以活得很久很久。你对我下毒了，真是个无情的小家伙，还不是因为我若傻傻顺着你，我可能会因此送命呢。
你上当了，我们只有一个人能离开这里，那自然是。看起来师姐这里描写的这个感觉，像这个给玩家的感觉，起码应该是师姐觉得自己可以离开啊，然后把陈宇留下来了。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只有一人能离开这里，把对方杀了。这个应该是陈宇小时候的回忆啊，他应该是小时候被一个是神秘的组织吧当成类似杀手这样的人培养，所以他才是这种无情之人啊，无情无义无心无肺。然后我们注意看后边啊，这个地方的结构啊，一会儿会用得到，跟这个墙是一样的啊，这算是一个小解谜吧。然后陈宇会说，这个密室啊，这个图腾，我知道此地啊，这个图就说明他童年的时候曾经被关在此地过。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训练陈宇的这个秘密组织，是不是就是这个幕后的搞这些事儿的这个人啊？然后我听小伙伴们说是可以改这个布料的啊，我们看一眼是不是真的可以改啊？哎，动态布料，把这个改了吧。一直是这个什么支棱着也挺难受的啊，我们看看动态布料会不会好一些。然后我们把这个石砖给推一下，为什么不把动态布料设成默认，而是要玩家特地去勾选的？这种东西不应该默认就是动态的吗？很奇怪啊，我觉得这点很奇怪。门开了，必须追上师姐。好，我们的任务更新了，然后我们可以自由活动了。来到了一片新的区域啊，这里呢先别着急触发主线剧情，这边有2个隐藏物品要拿，别错过了，还是挺重要的东西。一个千年灵芝啊，能够给我们加一点的意志，还是可以的吧？意志可以加我们的，没记错的话是加我们的这个精准和暴击的。然后这边还有一颗啊，一共2颗啊，千年灵芝。我个人是倾向于无脑培养主角的啊，因为我们的主角真的是很厉害，什么功法都能用啊，所以这个千年灵芝捡到我们就全给主角直接就吃了啊。无脑培养主角啊，独面丹的我们也给它吃掉啊。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调整的，没有了啊。然后我们快速存档一下，我们就可以进到序章的最重要的一个剧情之一啊，就是师姐的这个故事吧。神秘男子啊！如果你是看过古龙的小说的话，你会知道，在古龙的小说里边有一个非常神秘的组织，叫做青龙会啊。这个青龙会在7武器这个系列的4本的这个小说里的是贯穿始终的一个神秘组织啊，有点像，如果是看过柯南的话，有点像那个黑衣组织的感觉啊。但是因为没写完，古龙老先生没写完，所以没有交代这个青龙会最终的BOSS 啊，或者是结局到底是怎么样啊？那我们现在在整个游戏当中的会也有一个串联始终的这样的一个神秘组织，我个人觉得啊，有可能是青龙会，因为我没有通关，所以我不确定是不是，我们就先猜他可能是青龙会啊。那我猜呢，这个神秘男子就是青龙会的成员。那既然关我们主角的地方跟这个男子有关系啊，那我们的主角小的时候又被训练成杀手啊，那我们的主角可能儿时是被在青龙会当中培养当做杀手培养的。只不过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可能被沈天君给救了啊，所以才成为了沈天君的书头啊，这是我对于主线的一种推测。那你可以看到师姐啊说不得不把这个藏宝图偷出来，应该就是为了他。这只是藏宝图的一角碎片，但也是江湖上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宝贝。燕南天失踪这么多年，光是能得到他失传的神剑诀与嫁衣神功，就能称霸当今武林了。如果还能同时得到其他各门各派的武邪，嘿嘿，这果然是上好的宝贝。而你藏身仁义庄多年，竟用他们的万千耳目，终于替我将这件宝贝带了回来。所以可以看出，师姐其实是他们这个组织，算是钉在仁义庄的一个暗桩吧。应该是这么理解是没有问题的。是呀，都是你说过想要一样天下罕有的宝贝，我才会忍着相思别离之苦，苦苦替你在外找了这么多年啊。那这么一说呢，可以看出师姐其实是喜欢的是他啊，这个爱情爱的是这个人，但是呢，为了帮他达成野心啊，就是自愿当暗桩，在这个仁义庄中潜伏。小傻瓜，别赌气了，这宝贝来的正是时候。主人才是因为弄丢了重要的东西而大发脾气。这里提到了主人啊，只要趁现在把藏宝图碎片带回去讨他欢心，等他上了位啊，主人还不是最高位的啊，还能再上位，我便可吃香喝辣，到时候也少不了让你享清福。
我才没有真生气呢，我只要往后一直待在曼陀罗你的身边就好了。他叫曼陀罗，我就喜欢你这副既狡猾又天真的样子。我享福，你当然是一起享福。我随主人平步青云，你自然也随我鸡犬升天。但旁边那偷听的野狗可不行啊，当然不行啊。但实际上，我们看吧，往后继续看剧情啊。藏宝图碎片拿来。哦，看来你这条狐狸尾巴给人一桩逮到了，莫非你是与他好上了，他才找得过来？哼，你这么说，我才要生气了。交给我解决掉就好了。哎，你可以看到师姐对我们出手了，但是她虽然出手了呢，但感觉她其实是不想让我们再过多的去干涉这件事了，还不倒下。果然是我太小看你了，那个迷药一般能让人昏迷3天3夜，还有那间密室，你竟然能如此轻易的找到机关。既然没办法给你个痛快，那就痛苦的死去吧。慢着慢着，我好像看出了一点什么。好哥哥别急，我不过失手了一下，不必麻烦了，感谢你的暖场助兴。现在我想要亲自玩玩它。这里战斗就开始了，那就是我们一个人啊，就自动随便配吧。这场战斗呢也不难啊，因为这里有个教学啊，叫做集气时序啊，说的其实就是一个延时的招式啊，就是一些威力比较大的招式它是可以延时发放的，但是有的招式是定点的，比如说就是定这一个区域啊，它固定往这个区域放，那我们只要离开这个区域就好了。有的招式呢是像是那种追踪导弹一样是锁定人的，那种呢就没有办法延时啊，除非我们能把这个释放招式的人打到虚弱啊，才能阻止他继续对我们释放这种招式啊。哎，你这身手，你这模样，我本以为我看错了，但果然不同凡响。这里可以看出呢，这个曼陀罗好像认出我们来了，不知道是认出我们曾经是某个这个杀手组织的培养的这种一员，还是认出我们是沈天君的书童了，这一点不知道啊。好哥哥他或许体质好些，哎，他这里提到了体质不同啊，体质不凡，因为明明能迷晕3天的迷药，我们一下子就醒了，也称不上不同凡响，小心别受伤啊，我还是替你收拾他吧。小姑娘，我怎么就没见你对我这么心急过？哎，她看出来了，所以师姐呢，虽然看起来是要卖我们啊，但实际上她也是想让我们活下来的，只不过她自己有自己的算是情非得已吧。怎么会呢？我一心一意只爱着你，不然我怎么会替你带回雁南天的藏宝图碎片？就这里就是我觉得他这个矛盾点最激化的一个地方啊，就是我觉得师姐的这个角色刻画的很割裂的一个点就在这里啊。他一方面呢想要我看不懂他到底是爱曼陀罗还是爱师弟。那如果他对师弟是姐弟的感情，对曼陀罗是真爱的话，他这里的表现也很奇怪啊，也很奇怪。他说他一心一意爱着的是他啊。但是呢，就又不顾他的这个要求啊，这个来保护我们啊，这个明显就跟他割裂了啊！你完全可以用更多别的方法来处理这件事儿，但是他没有啊。但我看你是早就发现了眼前这个人的价值远比什么藏宝图碎片珍贵的多了。哎，可以这里提出来，我们这个人的价值更高啊！你已经拥有了雁南天的宝藏，教主哎，这里提到了啊，教主已经会提拔你了啊。青龙会是叫教主啊，我不知道啊，何必为了一个10几年前的传说为难这个家伙呢啊？你看这个，我们背后还有一传说啊，这里都是伏笔啊，就是我猜最后会回收的啊。你早就知道这件事儿，去瞒着我，瞒着所有人。这人说不定是我派大兴的契机，你一个蠢女人，少挡我的发财路。你可以看到这里，他明显已经算是跟师姐决裂了，然后师姐也算是默认跟他决裂了，因为他护我们了。哎，那就说明他们的这所谓的这个缠绵悱恻的爱情也没有那么深，对吧？这已经让他判定立场了。你今日是互定这个小子了，哎，他又不一定是你找的人，为何一定要杀他？你试试看就知道了。不是的话，大不了多死个人。动手。他还藏了很多的暗装在这儿啊。他说防患于未然，有慢有慢。我没想到，我真没想到，是你逼我的啊！你看这两个人出手了，说师姐我帮你啊。好。然后师姐有一招呢，是可以魅惑敌人。魅惑敌人这一招非常的强啊，因为魅惑敌人直接就把这个人在1回合之内变成我方队友了，意味着什么？我方的人打不了他，
敌方的人会主动打他，就是你一旦魅惑成功了，这个敌人是会主动去打这个人的，他不是只是这个人被我们操控这么简单啊。所以魅惑是很强的，但是你也不用觉得魅惑太过变态了，因为后边遇到的这个 BOSS 起码在一代宗师的这个难度下90%都免疫魅惑啊，没有啥大用啊，我们就随便用一个吧。给大家看一下魅惑的效果啊。哎，你看到这样，我们自己就打不了他了，没办法攻击他。然后一会儿呢，他的这个队友这些敌人就会反过来攻击他啊。当然也跟这个距离什么的判定有关系啊。啊，你看上了啊，哎，没打。有的时候敌人会帮我把这个人解决掉。攻击，反击，哎呦漂亮！哎，只有一个回合，你看这血条颜色变了，就说明他已经清醒过来了。这里他们很菜啊，所以我们这个即便在最高难度下随便打一打，也是能打过去的啊。我看一下这个位置我们打不到了啊，我们打不到了就随便吧。我们可以来一招，这招下去应该结束了。哎，好闪，好闪。好啊，原来你过去隐藏了身手，装成那副天真傻样，全都是骗我的。我只是爱你，我不是个傻子。原来你只是让着我，但即使我武功不如你，满脑子都是升官发财，你还爱我吗？那么也许你是对的，我或许真的就这么傻，就问了这么一句话，他就像失了魂一样，不知道到底被魅惑的到底是谁啊？就真的就那啥，我是想升官发财，但是想到我们可以由此得到的美好未来，我想疯了。但如果你真的会为此难过，就当我错了，我们放他走，然后我们回家好吗？啊，就这么一句话啊，就同意了。好，我们回家。就吴大宇啊，这个剧情真的是吴大宇。就你这里我就当这个师姐是一定要死的啊，但是师姐死她可以有很多种死法，比如说为了保护我，她埋伏了很多人，真的打不过了必须得死，所以她为了我们而死，但她偏偏是要被她2句奇怪的话一骗啊，小傻瓜别生气了，快过来吧啊，不是为了一起回家吗？啊，一提回家就像失心疯了一样，好回家，然后也戒心全无了，刚才还说要怎么样的，就一个背刺啊，就没了啊。我没教过你吗？为了达成目的，必须抛却无聊的感情，这种儿戏只会令人软弱啊！是这样吗？原来我们之间只是无聊的感情啊！你现在才明白，虽然迟了些，但终究还是好过死的不明不白。大家都出来吧，今天我们说什么都要把那家伙带走。就师姐可能是真的恋爱脑吧，但你如果真恋爱脑，你又何苦这个护你的师弟呢？这个就很割裂啊，我觉得，太奇怪了。这个剧情是我整个序章打下来最不满意的一个点啊。春雨好师弟，看来我们2个之中是师姐离不开这里了。哎，你可以看到他这句话的意思，之前他觉得应该是师弟离不开这里啊，所以他之前其实已经觉得陈宇离不开这里了，但是他又保护他，又救他，现在换成师姐离不开这里了。我去拿回藏宝图，你跟我回去，跟你回去。陈宇，我好怕知道你现在在执行一个命令，还是你有没有可能看见了我这副愚蠢狼狈的模样，所以被我动之以情了？这是命令啊，可见我方之无情啊。那就好了，原来只是个命令，你能无情那就太好了。幸好你无情，不然我一定会不舍。但明明无情是一件好事儿，为何我会这么难过呢？或许是因为有点遗憾吧，毕竟你老是这么板着脸不说话，讨不了女孩子的欢心哦。寂寞是让人很难过的，但师姐离开后，你会不会又只剩一个人？我看不懂师姐到底真的爱的是谁，我真看不懂啊。这剧情我们快点过吧。看来这次真的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我不愿被你看见我落泪的样子，但是好像没有办法了呢。这个地方倒是挺符合古龙的，因为古龙对很多的这个地方的描写描写的就是女人的眼泪算是对于男人来说是最致命的武器吧。比如说楚留香传奇里胡铁花就最怕女人流泪啊，一看女人流泪就受不了，所以他这泪一流啊，就所有人都倒了。若有人再去找你，你要保护好自己，但试着别让他们太难过好吗？他说有人会去找我们啊，但是他还为那些人着想了一下啊。这个师姐呢，有的小伙伴就是觉得她可能没死啊，后边会出现，但我更倾向于她真的死了。
但这个最后只能等到最后才能验证。你终于用出那招了啊，蠢女人！你早就知道了，这便是我不打算教你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从你我相遇，我早就查起你的底细，并有所防备。我也早知道你的眼泪是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最终手段，藏有剧毒，沾之化骨，只不过一辈子只能使用一次。但你会为了这种愚蠢的理由就落泪，实在是不怎么这样的。真无情啊！这两边对他都无情，他应该是最信任的两个男人吧，对他都很无情啊。这次终于死了，真是个烦死人的蠢女人。不过你竟然没事儿，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啊？他这可能这个是口罩啊，必须得戴上，突然就把口罩也戴上了。看来他事先给你服下了解药，这我还得感谢他那愚蠢的多情。现在没人保你了，小子，乖乖跟我走。所以可以看出来，他是想要活的我的体质应该有些特别的啊。这里呢，我们就觉醒了啊，超级赛亚人了，我们身上就浮现了一些奇怪的这个纹路啊。这个好像是正卦吧，反正是八卦的某一个卦象在我们的身上啊。这就是你真正的姿态嘛？这下真的值得了啊！看来我们身上的价值跟我们这个姿态也有关系啊。哎，我们这个眼睛也变颜色了啊，觉醒了。然后又一场车轮战啊，来人动手拿下他。这场战斗呢，我们的状态恢复了，而且小鱼儿会加入我们啊。所以其实又很简单，因为我们只要把这个曼陀罗打到一定的血量啊，打死，其他的人都不用管啊。然后我们就觉醒了这个独特的技能。陈宇的独特技能呢是不消耗，是这个通过催进啊，消耗我们的这个架势点儿，来提高我们对敌人的架势伤害和气血伤害啊。所以比如说你要打一些敌人，他就剩2点的架势了啊，我们攻击只能打1点架势，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催进啊，多打1点架势，直接给他打到这个脆弱的状态啊，这个来提高我们的输出啊。陈宇的战斗风格啊，大多数会随着自身的剩余气血进行强化，配合催进，可在短时间内逆转战局啊，就等于是绝地反杀的那种啊。我们就我们这2招其实在序章里基本上是横着走的啊，伤害非常的高。他又用这个啊，这个除非速度特别快，否则这样的需要集气的这个招式其实一点都不厉害，因为敌人很容易就在这个之前走出这个范围。我们后边的队友王莲花就是这个风格的，就打的全是这种集气伤害。好，这就胜了啊，3级。这里拿到了迷魂幻醉，曼陀罗的绝技，以摄心幻术搭配独门迷药，摄人心神啊。这个主要是给敌人施加嘲讽或者是慌乱状态，是没有伤害的。因为我们的招式位非常的紧张，一般这种招式主角肯定是不学的。后边没有什么大用的队友可以试一试啊，这招我没学过。所以我们一觉醒啊，就把他们全杀了。燕南天的藏宝图碎片，小鱼儿跟着我们，很可能是被这个藏宝图碎片吸引啊。你捡了你不该拿的东西，我本就是来拿这张碎片的。就算你本就是来拿它的，你也实在不应该拿，因为你也想带走它。你为何觉得我想带走它？你说过要来带走我最珍贵的东西，我要抢你珍贵的东西？少臭美了，你什么都没有。珍贵的东西你或许曾经有过，但已经没有了。他指的是师姐啊，这个镜头语言告诉我们，他指的是师姐。我本来就没有珍贵的东西，所以还是这么的无情啊。就是整个序章的这个表现下来呢，给人感觉陈宇就是一个从小被培养成杀手，非常无情的这样的一个人。而师姐呢，在之前的侧写当中，明明比如说之前灵儿对他的描述说他是一个非常危险非常狡猾之人，但是又是个恋爱脑啊，这个对男人的话无脑就相信了的这样一个人。然后这样的陈宇和这样的师姐，这个陈宇后边还因为会有很多的队友支线，以及甚至这个女队友的恋爱线啊，你会觉得他跟序章的这个人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的。但是这个变化的转变呢，在剧情里强调的
不够突出啊，这也是我个人觉得陈宇这个角色割裂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啊，也是代入感不强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在我有生之年也会查清此事，还江湖太平。这一次我一个人去，若没料错魂焰峰世界另有玄机，你若在场，我便无法应付。那可以看出沈田君很在乎他啊，你现在不必知道，等我回来再告诉你。但你没回来，你早该让我动手，你为何不要我动手？这里是他在回忆沈田君和师姐啊，算是两个生命中对他比较重要的人吧。所以你要记住，不必找我，不要动手，在仁义庄等我。那典型的谜语人啊，这个古龙式谜语人啊，不要动手，他反复强调不要动手啊。我猜呢，让他不要动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觉醒啊，我们这个一旦觉醒了，会被一些奇奇怪怪的人给惦记上，因为我们身体里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能力啊，所以他才反复强调不要动手。然后师姐说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你已经动手了，我们已经动手，已经被人知道这份能力了，并且我们身上的这个纹身已经觉醒了一个部分啊，虽然这个卦象消失了，但是脖子上这个已经出来了，所以已经藏不住了，所以师姐说也已经不重要了。这是我对于这个剧情的猜测啊。然后冷二也请我来看看，要你醒了就过去找他，谁知道你人看着都还没醒，跳下床就要揍人，好大的起床气啊！难怪冷二爷谁都不找，就找我王二呆来看你。你这仁义庄的影子果然厉害。哎，你自己是谁都不记得了？莫非你出完任务变得比我更傻？这可不行啊！这里对话不是很重要啊，我们就直接过了啊。你问他是谁，能多了解一点背景信息，但是也不重要啊。你这里我可以看出呢，他对冷二和冷大其实并没有什么尊敬之心啊，但是他又绝对服从冷二的命令，让他去找藏宝图，他就是找藏宝图啊。这也是我觉得很奇怪的地方啊。冷二找我去哪儿？冷二爷要你醒来就去门前的广场找他，他正在办那场英雄宴。我王二呆只是个庄客啊，和冷二爷想寻来出任务的英雄是不同的。但谁知道来人英不英，雄不雄？反正现在庄子里到处都是可怕的人，你自己当心点，我是不出去了啊。我知道了。哎，这个序章的剧情算是告一段落吧。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很长的剧情啊。我们这里感悟系统就解锁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主角的这条感悟树啊。然后这里告诉我们心法是要我们在某一个经脉上啊，这个投入一到一定点数才能激活的。招式标签啊，巴拉巴拉巴拉，这里我们就不多细看了。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主角的感悟系统，最核心的这个每一个人物都是不一样的啊。屹立不倒啊，就是那以前那个血战到底，每场战斗一次，就是血到零了不会立刻死啊，会再能坚持多一个回合啊。然后呢，在这里呢，这个地方的界面，这个是右键啊和中键都能移动的啊。以前版本我刚开始玩的时候，只能鼠标中键去移这个界面，右键是退出啊，当时特别反人类。现在好在还改了。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心法：重雷印、血战深诀焚焰诀，还有这个破世心眼啊。可以看出刚的这个多一点啊，其他的动静柔巧这个就比较分散啊。我个人觉得呢，先重点往这个重雷印或者重雷印上去点啊，顺便就把这个焚焰诀也点出来了啊。那我们就先来往这个刚上点啊，威力加成2%啊，就结束了。然后我们属性点也可以点一下了啊。属性点呢，我们之前是投入到了力量上，是因为我们能捡到3个的那个果子，所以当时都投在力量上。现在呢，既然这个从谷里出来了，我们可以来换一些加点思路了。这个加点呢，我个人觉得力量的收益其实是不高的啊。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在力量给这个威力的加成啊，13.8啊，能加0.6。但是我们再来看内劲，13.8，哎，能加到14.2啊，能加0.4。但是内劲呢，它还大幅的增加了内力，还提高了什么？还提高了精准招架啊，还有速度啊。它最重要的是它能提速度。在整个游戏当中，我个人理解最重要的属性就是速度，没有之一啊。因为速度能决定了我们一回合内能用多少招啊。所以出了这个序章之后呢，我建议就还是换回3环剑啊。这个剔骨刀减3%的速度，在前期还是有一点伤的啊。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游戏当中比较重要的身法是提升速度提高的最多的啊，一次能提0.4啊。这个灵巧不能提，但是内劲可以，内劲
内劲一下子提多少啊？内劲一下提0.6，我看错了吧？身法才提0.4，内劲提0.6。哎，我记得以前没有这么高，这俩确定没写反吗？啊，我有点懵了。哦，这里就是内劲啊，那所以以内劲为主属性完全没问题啊。身法加的主要是回避啊，回避加的多，回避加0.8啊。如果你走闪避流呢，可以主动加身法，但是我们主角其实走一个招架暴击流啊就可以了。招架和暴击呢都是这个灵巧加的多啊，我们可以看一眼。精准招架暴击啊，甚至它也加一点回避，所以我个人呢建议之后的加点呢，我们就3点的内劲啊，1点的灵巧啊，这个加法是我觉得比较合适的一个加法啊。16、12啊，这样速度会提得很快，而且内劲啊，我们的内力在后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你如果内力没了，你这一回合只能空过或者吃药啊。当然这样的点法呢，就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血量会比较少啊，因为这个点法对气血加的不多啊，所以比较脆啊，所以后边我们可能会用一定的点数去补体魄啊，专门来补一点这个血量。但是在前期，我个人觉得3内劲1灵巧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加点思路啊。好，这边我们就过了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病理记录啊，这里很重要啊。归来时鲜血淋漓，一身奇鬼重伤，入房时太半已消，至今昏迷不醒啊。这里可以看出我们主角的这个身体的确异于常人啊，明明一身伤，但是回来的时候好了大半啊。哎，伤势4火4毒侵，4火灼4毒侵4刀劈4斧凿，以10道伤痕8短2长为一组，非江湖寻常兵器所致，成因不明。这个记一下啊，之后我们会看到有这个相关的描述。这是我的病理记录啊，成因为何啊？点成因为何就会再回忆一遍啊。这里我就不再看了，这个师姐的剧情我实在是我不喜欢啊，我个人不喜欢，有的小伙伴可能觉得挺有古龙味的，但是我个人不喜欢啊。舍赫尔谷的事儿，然后这里不要忘了把这个药方剪了，这边有一个生脉散的图纸，其他书柜上呢，这里也看一眼啊。哎，王二呆这是原创人物啊，是唯一一个活了从衡山脚下救回来的人啊。当时救回来已经神志不明口不能言了，现在他虽然已经好了，但是他不记得当时这个衡山发生了什么事儿了。然后后面说的这3个人，齐鲁李长青和连天云是我们古龙小说里真正的仁义庄的3个庄主，而冷大、冷二，甚至还有一个冷三啊，是这个仁义庄的仆人或者是管家的这种身份啊。而我们的主角在我们后边的这个剧情里，很多的时候感觉其实扮演的是原著当中冷三的那个角色啊，他是把冷三的一部分的剧情套在我们的主角上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出这个定位吧啊。然后这里描述的还是火焰峰上的事儿，跟我们开场动画写的差不多啊。说有些人啊，什么徐老镖头睡剑的时候失去了头颅，每个人都失了常态啊，不拉不拉，尸首不存啊。哎，这3个人也都死在这儿了。但实际上，齐大哥连天云在原著里是从火焰峰上下来的，并且把火焰峰的秘密带了下来的啊，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啊。然后这个你上当了，这个是一样的，就是有人故意在传了火焰峰上的消息，然后大家都去开了这个宝藏以后，里面只有一张纸条说是上当了。除了齐大哥外，剧都被气得当场晕厥，醒来时才发现都已经失去了踪影。其实原著上是醒来时才发现沈大侠与少林弘法大师是撞墙而死了，他们是自尽而死的因为觉得愧对天下武林吧，抢死了这么多人，结果都是骗局啊。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生脉散，那屋里就差不多了，我们再出来。我们为何要找那张叶南天的藏宝图碎片？为了让冷二爷举办这场英雄宴。我们为何要举办这场英雄宴？为了让冷二爷说服江湖团结，齐心重查与叶南天宝图之乱很像的魂焰峰之事。我们为何要查魂焰峰？这不是废话吗？因为仁义庄的存在就是为了清查魂焰峰事件。但我们为何要找来那些没用的藏宝图，招待一群跳梁小丑，就为了一起不可能破的旧案？老实说，庄中的大家都很不满，我也觉得冷二爷这次过火了。江湖中人既然都不把魂焰峰这事儿放在心上，仁义庄也不该困在过去，早该往前，至少擦亮我们以人扶伤、以义惩恶的招牌。
但比起好好过日子，冷二爷选择倾家荡产办了一场可笑的宴会。不错，想到往后江湖上会如何谈论我们仁义庄，心中就气闷。我们还能怎么办呢？大家都对这个不满啊，这里其实有点强行吧，强行大家全体都不满，是为了之后说大家所有的仁义庄的弟子都走了，然后我们好从头开始去吸引庄客，这些庄客才重新充满仁义庄啊。我估计是为了这样的一个庄客系统啊，所以强行的。然后我们来到这个正殿，先来拿2个装备，这边有一个黄玉佩，然后这边有一个丹药啊，有一个金创药。我记得这边还有一个装备，这里黄玉珏啊，一个黄玉佩，一个黄玉珏，就拿完了啊。整个仁义庄我找到的大概就是这些，我们可以把看看啊，一个加反击，一个加招架啊，我们要反击吧，反击毕竟是输出的。圣麦散图纸学掉，半人半鬼，我觉得直接就给主角学了啊，加1移动力，我们早晚是要的啊，这个直接就学掉。你也可以不把资源都投入到主角身上，我是这种喜欢把这个资源都投在主控身上的啊，队友大多数打辅助打配合。这里呢，你可以稍微的逛一逛，但是我的这个我之前逛是没有找到啊，但我不知道制作组后面更新有没有往这里加什么新东西啊，我是没找到什么。那如果有的话，我们后边再考虑再补啊。我们这里为了视频的时间，我就不去那啥了，我们现在直接去找冷二，我就不瞎逛了。然后呢，这场宴啊，就是有很多没看过古龙原著的小伙伴，就是对这里的剧情特别的反感，因为这里的剧情特别的长啊，然后对主线的帮助看起来没有那么大，是因为整个这个段的剧情呢，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武林外史啊前3章，整个第3章第一本书大概也就10几章吧，前3到前4章的内容啊，全在这个剧情里浓缩着呢，所以它看起来特别的长。如果你没看过这本小说的原著呢，你可能不太能理解啊。当时也是办了这场英雄宴，只不过不是我们冷的二大爷办的，是真正的那3个庄主办的。当时为了办这个英雄宴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跟大家说当年火焰峰上1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因为他们3个是从火焰峰上下来的3个幸存者啊，这个是当时他们的目的啊。现在呢，就变得就是为了跟这个叶南天的藏宝图联系在一起嘛，就是说是因为叶南天的藏宝图引出来的，想要再次彻查火焰峰的这个事儿哈，就稍微变换了一下逻辑啊。火焰峰事件后呢，江湖已沦丧至此，广耀天下却难得一位大侠，这个是武林外史当中的设定啊，因为当时大多数武林高手都死在了峰顶啊，然后剩下的都是一些不堪重用之人，所以就导致当时江湖上盛传的什么江湖7大高手、7大武林高手啊就很菜啊。一会儿我们也能看到有关他们的剧情。你可能期待我找你来是想要关心你的身体状况，或是了解你任务中发生的事儿，又或是追问你师姐究竟怎么搞的。但你错了，因为仁义庄每一个庄客发生的每一件事儿，为的都是你此刻眼前所见。就感觉冷二也是一个无情之人啊。我知道了，为的是英雄宴啊。听说那位奇怪的领赏少年又来了，他已来过7次，次次都带着悬赏墙上最穷凶极恶的恶棍来领赏，咱们却对他一无所知。我现在抽不开身啊，得盯着这群混蛋还是英雄，请你带我到悬赏墙前找他，确认他带来的是谁。他带来的遗体面上都带着奇诡的笑容，你若确认了，便给他这5000钱。但更为重要的是，我要你用一切手段邀他来参加英雄宴，没请到他，不许回来。我知道了。你可以看到他对他下的这个命令啊，就是很决绝的这种命令，而我们主角呢也答应的很痛快啊，就没请到他，不许回来啊。这个就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主角这么听这个冷二的啊。然后我们再往这边呢，就是这个悬赏墙，这里站着的就是我们的算是第2位主要队友吧，沈浪啊。那本期视频的时间也差不多啦，这一期我们也讲了很多的背景故事和这个流程的内容，虽然没有什么支线啊，后边我们大概还有1期的时间来讲这个英雄宴啊。这英雄宴呢，小米因为读过原著小说，所以还是觉得有很多话可以聊的啊。那如果你对剧情、对小说很感兴趣啊，一定不要忘了看一下下一期。但如果你对剧情没有什么兴趣呢，下一期整个一期还是这个剧情向的内容啊，你可以选择性的加速来看这个视频，好吧？那本期小米就给大家带来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大家拜拜。